你知道股市里最残酷的真相是什么吗？不是亏钱，而是你赚到的钱往往只是别人的诱饵。真正顶尖的修行，反而是学会享受孤独。听起来很玄，但你回头想想，交易的核心是什么？靠价格波动赚钱，对吧？可偏偏最难的地方就在于你必须学会忘掉价格。你得忘掉你是在哪个点位进的场，忘掉账面上的浮盈浮亏，甚至忘掉朋友群里那些七嘴八舌的意见。剩下的只有你自己的一套规则和冷冰冰的止损点。很多人一开始都高估了自己抗干扰的能力，账面有浮盈，心里兴奋的睡不着；账面有浮亏，立刻焦虑怀疑人生。心理学早就讲过，强烈的忧虑会直接拉低你的心智水平。你以为自己在冷静思考，其实大脑早就短路了。交易心态就像过山车，一会儿冲天而上，一会儿坠入谷底。可市场可不会因为你情绪波动就停下来，所以别以为自己扛得住。大多数人卡在某个瓶颈，根源就是心态。不是技术不够，不是预测不准，而是心态这道坎永远跨不过去。那问题来了，什么才能让人跨过去？答案听上去残酷，孤独。不是说你心里孤单，而是一种境界。真正的交易高手在市场里几乎只跟自己说话，他们不会贪多，不会想今天短线捞汤，明天长线吃肉，因为他们明白这样的心态根本撑不住。短线能赚钱，长线能赚钱，可一旦你贪心想两头通吃，最后十有八九肉没吃到，汤还洒了一身。孤独的交易恰恰能最大限度抵抗外界干扰。纪律和原则本来就是交易里最致命的武器。很多人输不是输在系统，而是输在熬不过孤独。我记得有人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，什么叫局限？砍柴的以为皇帝都挑金扁担，太形象了。大部分人在市场里的局限，就是以为找到个秘诀就能一劳永逸。想学价值投资，整天背巴菲特口诀；想创业，天天看成功学心灵鸡汤。结果呢？一旦真刀真枪上场，发现那些口诀根本没用。真有价值的是什么？是失败案例。你只有把失败研究透了，才知道自己该避开什么坑。成功的故事你读100遍，也只是听人家走过的路，但失败的教训能让你少死一回。牛市里大家比谁的股票更飙，几轮股灾之后，话题就变成了怎么避免净值波动。可是净值回撤本来就是市场波动的副产品，你完全拒绝波动，等于跟市场为敌。真正的高手明白，泡沫里的波动要拒绝，低估时的波动却要拥抱。剩下大多数不可知的环境，那就坦然忍受。因为市场不会为了你变得可预测，它只会照常吞噬掉焦虑的人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想，那我怎么判断？其实很简单，就看你能不能抓到主要矛盾。一本兵法书里讲过，平庸的将军会把复杂环境搞成一堆乱麻，焦头烂额。真正的将才一眼看穿本质，果断出手。投资也是一样，高手不会被枝枝节节困住，他们懂得从细节推演到全局，再找到决定性的支点，而估值就是那个支点。我个人最怕的不是贵，而是难以衡量。为什么？因为变量太多，你根本抓不住。还有一种陷阱，看起来便宜，让人忍不住加仓，结果发现是无底洞。反而是贵，反倒好判断。贵就是贵，至少你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险。可要是估值的假设说不清楚，被推翻，那才是致命一击。这就是投资和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。你努力不代表有收获。别的行当
辛苦工作多少有个苦劳。可投资只问对错，不问辛苦。方向不对，你越勤奋越走偏。很多人痴迷，最后反而疯魔。真正的老手，他们靠的是正确的方法论，把好运气慢慢变成高概率事件。新手是靠运气显得自己正确，老手是靠正确争取到好运。能分清运气和能力的分水岭，就是投资开悟的标志。所以别幻想靠暴富一夜翻身，市场早就埋好陷阱，等着你带着贪心冲上去。几乎所有爆仓的故事都是从想要一夜暴富开始的。闭上眼睛随便买一把，你觉得胜率5-5开？错啊，因为人性让你赚少输多。每次赚到一点就想落袋为安，每次亏了就死撑不卖，最后概率被打破，成了输大于赢。市场的对手盘靠的就是这点人性弱点。很多人嘴上说知道心态重要，但最后还是败在心态上。这就像减肥的人，明知道管住嘴迈开腿，却还是抵不过宵夜的诱惑。吸烟的人明知道伤身，却还是想再来2口。人类的自制力本来就是稀缺资源，能坚持的人永远是极少数。那到底什么是好心态？其实很朴素，平常心。大多数人能做到不坏就已经很好。心态映照在结果上，就是不亏钱。亏钱时还能保持稳定的人少之又少，大部分人都是亏一点，就像被踩到尾巴一样焦躁不安。哪怕嘴上说心态好，其实只是自我麻痹。所以好心态的前提是你得有一个期望值为正的系统。没有系统，谈心态都是空的。你是先有操作决定心态，还是心态决定操作？没人能说清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当市场开盘，规则之外的情绪根本挡不住。很多赢家说自己推崇心态，但你仔细听，他们背后一定有一套能维持心态的技术。技术的作用不在预测，而在于让你保持冷静。比如合理的资金管理，比如严格的止损，他们让你即使输了一单也能再开下一单。这就是长期活下去的秘诀。相反，输家从来不在乎风险控制，他们的交易哲学就是满仓梭哈，成了就是神话，败了连翻身的机会都没了。赌桌上能靠梭哈赢几次，但在市场里梭一次就可能是最后一次。很多人争论行情到底能不能预测，有人说能，有人说不能。其实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接受行情不可预测这个事实。预测和不预测是2个层次的境界。新手非得预测，高手反而放弃预测，只跟随趋势。举个例子，均线，你不用去预测什么时候金叉，什么时候死叉，你只需要知道市场已经在走什么方向，找关键点位，找转折点，再看几组 K 线组合，确定开仓信号，然后跟着走。不要想太多，上车下车就这么简单。听上去太简单了吧？是的，可大多数人就是做不到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正因为简单，大多数人嫌无聊，不愿意坚持，于是亏损的人多，赚钱的人少。真正极少数能一直赚钱的，都是那些简单到极致的人。但这里有一个悖论，一旦你觉得自己是少数人，往往你就已经回到了多数里。
短期内你或许比别人聪明，但放到10年、20年后呢？很多人在股市里熬了大半生，最后还是败下阵来。赚钱的人始终是少数，而能长期赚钱的更是凤毛麟角。我见过太多人因为短期幸运就以为自己开悟了，可当市场真正洗牌时，他们才发现自己还是凡夫俗子。真正的少数人必然和大众不一样，他们能抵抗新闻的喧嚣，能忍住热点的诱惑，能耐住寂寞。没有耐心和意志，市场会很快把你吞掉。你可能会问，那什么才是真正的投资？说白了，大部分人所谓的投资其实都是博弈。巴菲特那种住在小镇上几十年不动如山的，世界上能有几个？绝大多数人都在短线博弈，只是披着投资的外衣罢了。既然如此，就看谁更聪明，谁的心态更稳。我自己的经验是，每次期待短期翻倍的股票几乎都会让我亏惨，反而那些只想赚20%的标的，最后都带来意外惊喜。因为贪就是市场最大的杀手，你一旦想着一夜翻倍，就已经输了。真正能赚钱的都是那些睡得踏实、不急不躁的人。而股市真正教会我的，也不是怎么赚到多少钱，而是学会做人，学会不那么贪婪，学会正直，学会接受孤独。市场是一面镜子，把你内心的弱点赤裸裸照出来。我见过很多人赚了大钱，但生活糟糕透顶；也见过很多人在股市里屡战屡败，生活里彻底垮掉。但也有人在市场中平平淡淡，却在生活里乐在其中。最后你会发现，股市赚不赚钱其实没那么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带着平常心活下去。交易一定要简单，简单到你几乎不用思考，只要重复执行。越复杂，你越坚持不下去。顺境要稳，逆境要淡。泰山崩于前，心不动如山。能否定自己，才有可能超越自己。失败的根源不在你经历了多少次打击，而在你能不能战胜自己的贪婪和恐惧。你能不能及时行动，而不是陷在感觉里。很多人10年的失败不是浪费，而是财富。关键在于你能不能从中抽出属于自己的智慧。很多人问我，交易到底是一种研究还是一种操作？我的答案很简单，交易不是研究。研究要复杂，要把问题剖到极致。但交易不一样，它只需要一个目标，盈利。研究是为了理解，交易是为了生存。所以你越复杂，越走不远。复杂的系统你自己都守不住，到头来心态被消耗殆尽，操作也乱了套。真正能坚持一辈子的，一定是简单到极致的规则。有人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放到交易上，一点不假。市场永远比你大，趋势永远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你唯一能控制的，就是你自己。能不能在规则里磨掉自己的贪婪与恐惧，才是交易的分水岭。很多人觉得成功者看上去孤独，可你若真正走进他们的世界，你会发现他们并不孤独，因为他们心里一直和历史上无数智者、先行者在对话。孤独只是外人眼里的表象，对他们而言，那是和市场、和自己深层的交流。佛经里有一句话，不怕杂念起，只怕觉知迟。这句话放在交易上，堪称至理名言。市场上所有的杂音其实都不重要，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及时觉察，能不能及时纠错。念头起了没关系，要紧的是不要被念头绑架，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，什么时候该出手，这就是顶尖交易员和普通人的分水岭。市场不是让你每一单都赢，而是让你活得够久。只要活下去，你就有胜率。
只要不爆仓，你就还有下一句。高效的交易本质上是枯燥的，听起来刺激，那多半说明你离亏钱不远了。真正成熟的系统执行起来像机械重复，买卖止损再买，很无聊很乏味，但正是这种乏味才让你在别人情绪爆炸时依旧冷静。等到每一次下跌熬过去，新的机会总会冒出来。市场像潮水，退了再涨，跌了再升。真正空仓等待的人，反而最容易抓住新的浪潮。职业交易其实就是一张一弛的节奏，没有节奏，就只剩下被市场玩弄。我常说，钢铁般的纪律就是心理波动的定海神针。没有纪律，你永远只能做市场的玩物。市场冷酷但公平，它不会针对谁，也不会偏袒谁，它只惩罚违背规则的人，奖励那些愿意遵循规则的人。你想控制市场？不可能，你只能控制自己。所以，一个好的系统必须具备3个核心。B1，它不会预测，只根据价格走势来指引。B2，它始终站在大概率的一边。B3，它要有明确的进场、出场、加减仓、止损点。同时，你必须清楚它的缺陷。连续亏损的风险能否承受？突发事件的损失是否致命？资金曲线的最大回撤你能不能熬过去？这些才是决定你能否活下去的关键。无数顶尖高手覆灭，根源就在这里。不是他们没本事，而是低估了风险。一次就足够摧毁你的一生。更可怕的是，指标常常让你忘了最重要的东西——价格。指标只是描述，不是未来。未来从来不是指标决定的，而是市场的力量决定的。你要学会敬畏市场的方向，而不是幻想自己可以超越市场。有人问，那赚到钱怎么办？我的建议是，适度抽走一部分，别把所有筹码都压在股市里，存下备用资金，或者转去其他投资。股市不是人生的全部，它只是工具。如果你把它当成唯一，迟早会被它反噬。最后，最重要的一点，任何时候都不要放松警惕。市场里最危险的时刻，往往是你最放松的时候。逆境反而安全，因为你知道小心；顺境才是真正的陷阱，因为你以为自己无敌。很多危机都是在最风光时降临的。我想送你一句老诗：千里黄云白日曛，北风吹雁雪纷纷。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放到股市里，就是孤独没什么可怕的。你坚持走自己的路，自然会有人懂你。记住，交易不是和市场的对抗，而是和自己的对抗。真正的修行不是预测价格，不是抓住所有机会，而是能在孤独里保持清醒，在寂寞里坚守规则。能享受孤独的人，才配在市场里长久生存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